台商总会租赁的印度撤侨专机5号凌晨2点50分抵达桃园机场。这次一共有129人搭上了这班飞机，其中有114位旅居印度跟孟加拉的国人，另外15位则是来台湾工作的外籍人士，里头还包含1位婴儿。入境之后，有9个人填写健康声明书，表示有出现咳嗽的症状。最后，他们搭乘8台游览车前往指定的地点，集中检疫14天。 你那个牌子拿高。入境乘客拖着大包小包，每个人防护衣穿紧紧，清洁人员也跟在后头立即消毒。 滞留印度国人搭乘华航班机，4号晚间7点10分从德里国际机场起飞，最后提前将近2个小时，5号凌晨2点50分就抵达桃园机场。专机一共载回129人，其中114位是旅居印度与孟加拉的国人，另外15位则是来台工作的外籍人士。填写健康声明书时，9个人表示有咳嗽症状，检疫人员也立即替他们进行采检。最后129人分别搭乘8台检疫专车前往指定检疫所隔离14天。当然想要回来啊，因为封城啊。加8台飞机到德里，然后再转华航的班机回来。哦，那这样花很多钱哦。对，要差不多10万块。加拿大到德里花3个半小时。 回家之路一波三折，虽然口罩底下满是倦容，但是能回到台湾，心情还是相当不错。在孟加也等了大概1个月吧，回来当然很开心了。目前仍有国人滞留南亚，外交部表示将会继续设法协助国人返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国内最近有不少确诊个案，都是经过了好几次的采检才确诊。像是磐石舰队的5名确诊官兵，是在解封出关前才2、3采确诊。而4号新增的境外移入个案，按437甚至是居家隔离期满了，经过4次的采检才得到阳性的结果。有医师就建议，现行针对居家隔离者有症状才采检的措施，应该要改成在解隔离之前都要全面采检，确认是阴性才能放行，避免引爆社区传染。医检师全副武装进到实验室，拿到检体后要先做前处理，接着把检体活化，做核酸萃取，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，最少要花4个小时。最麻烦的是，不少检体阴阳反复，可能因为采检时间、采检力道、采集部位、病毒量都会影响结果。这个要靠科技来解决了。你要提升你的检测的敏感度才可以，你要把抗体的检验加进来哦，就是你做 PCR 同时要做个抗体。 那这样也可以增加你的敏感度。这是磐石舰官兵在解隔离前为求保险做了2次采检，结果揪出4名感染者。第3次采检又找到1名无症状个案，而新增的案437从美国纽约返台的女子，也是14天隔离期满后4次采检才确诊。主要就是因为 PCR 核酸检测的准确度大约只有6到7成，无法100%找出所有感染者。国内医师因此建议，针对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者，不要等到有症状才采检，应该要在解隔离 前1天一律全部采检阴性才放行。另外，对于个案的亲密接触者，更应该采检2次。像夫妻啊、男女朋友啊，其实我觉得可能可以列入考量做第2次，因为他们有可能是一个无症状，他在病毒量低的时候，你第1采可能做不出来。如果接触那天被感染2个礼拜之后，抗体就出来，解隔做起来抗体是阳性的，就不要解隔了，代表他是真的被感染。最好是核酸检测搭配抗体检测一起做。面对多变的新型冠状病毒，只能见招拆招。记者刘黄明胜报道。 第2批湖北类包机4月20号载回231名国人，其中114人分配到新竹检疫所进行14天的隔离，在今天清晨6点半全数顺利出关。总共有5部游览车接送到指定的地点，让他们自行返家。而民众表示，检疫所人员都很用心，环境也很干净。现在解隔离，终于可以跟家人好好团圆。 要回家了。民众拖着大包小包，虽然戴着口罩，但是从笑弯的眼角依旧看得出来相当开心，因为时隔多日，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在里面是很无聊啊，总共关了103天。啊？为什么？在武汉他们已经封了89天了，我们才出来的。 医护人员也很用心，排成一列，开心欢送民众返家。谈到隔离感想，民众满是感谢，很方便，然后很干净，
他们都很用心。第二批类包机分2个梯次，分别在4月21、22号回到台湾。首梯在20号返台的包机一共231人，其中114人分配到新竹检疫所，如今隔离14天期满，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抱一下我们，打扫。睡觉。拜。至于4月21号返台国人，6号临时隔离期满也能回家了。记者徐志前新竹报道。台湾疫情趋缓，不过前疾管局长苏益仁也提出了3大隐忧，包含如何确认国内没有无症状感染者潜藏在社区，还有边境管制如何放宽，以及如果疫情流感化，台湾的民众没有抗体，疫苗药物开发更会是台湾长期抗疫的关键。对此，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委员李秉颖表示，台湾的无症状感染者比例低，而且不明感染源的本土确诊个案目前都有控制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在疫苗的部分，国光生技也传来好消息，透过小鼠实验证实，他们开发出来的疫苗有效，未来会跟国卫院合作确认疫苗的安全性，也将进行人体实验。路上行人口罩戴好戴满，台湾疫情趋缓，前疾管局长苏益仁认为，疫情有机会在5月落底，但也提出3大隐忧。首先，民众对无症状感染者心惊惊，苏益仁建议可以尝试在北中南各采检2000人，来确认社区中有没有无症状感染者。若是采检后都没有，解除社交距离限制，就能更安心。不过，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委员李秉颖有不同看法。台湾的确诊病例里面，它只有5%到6%而已。无症状感染者，它病毒存在的时间也是一定的。我们虽然有几个那个不明传染源的本土感染，但是它看起来都没有扩散出去。其次是边境管制，即使国内解除管制，但国外疫情还没退烧，我国边境管制要不要放宽，又要怎么放宽，也是问题。苏益仁建议台湾要准备好快筛工具，入境者快筛采检，阴性才能进入国内活动。有一个国家有一段时间都没有社区感染的话，我们当然就可以放松了。未来一旦疫情流感化，由于台湾疫情控制好，民众少了抗体，快筛药物、疫苗也都得快速到位，台湾才能长期抗疫。对此，国光生技也宣布好消息，他们透过疫苗综合实验，把疫苗注射在小鼠血清中，发现具有高利价的中和抗体，证实疫苗有效。下阶段会确认疫苗安全性，进入人体实验，期盼为台湾一起抗疫。郑红军、张俊然台北采访报道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上万名中港澳学生无法返台就学。现在有大学校长就建议，应该也可以采取类包机的方式，分批让他们来台。学校也会尽力协助，像是采取远距教学、实施学分弹性制，或者是加开暑期课程，让应届毕业生可以如期完成学业。毕业季即将来临，却有不少中港澳陆生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，短时间内无法来台完成学业。台湾不少大学就建议毕业季前可以促成首办类包机，他们已经做足万全准备，就等政策开放。如果是2500名，这个学位生可能要40个以上的班机，那这个是非常浩大的工程。大概我想我们陈部长这一边也许心里有数。来看看受到疫情影响没能返台就学的学生达2万人，中港澳生就占了1.5万，其中还有2400人是应届毕业生。如何让他们顺利毕业，恐怕是台湾学校的当务之急。其实早在4月9号，中国就宣布，除了已经在台湾念书的学生，往后陆生停止来台就学。教育部积极采取对策，除了远距教学之外，也实施学分弹性制，或是加开暑期课程。因为透过远距教学啊，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很完整的面对面的督导，所以他们只交学分费，所以造成学校大概有30%学费的损失。以实践大学为例，学校收入也受到影响，少了244名中港澳生，光是学杂费损失高达1700万元，已经占整体学杂费的1%。学校做出应对措施，像是扩大招收日韩等境外生，配合新南向政策，并且增加暑期学校，盼境外学生能如期领到毕业证书。记者徐杰、叶林凡台北采访报道。
行政院宣布扩大急难纾困，将发现近1万元给没有家保的工作者，像是举广告牌卖玉兰花、流动摊贩或是个人接案者等无劳保的工作者等等。消息一出，不少民众打电话或是直接杀到公所询问，但是有很多的细节公所都无法回答，让民众抱怨连连，甚至还发现要减负资料，大骂看得到却吃不到。另外像是要怎么来认定申请的民众真的是卖玉兰花，或者是在街头的举牌员，公所人员也是一团乱，只说详细的内容，开会之后才能确认。不确定要请你们带什么东西啊？这通电话还在讲，别的电话又在响。行政院宣布扩大急难纾困，将发现金1万元给没有家保的工作者。桃园区公所人员电话接到手软，有人打电话不通，直接杀到现场来，发现还是要有相关资料，气得大骂。工作证明可是公司不开，因为他没有劳保。我们怎么申请？我们看得到领不到嘛？台中西屯区公所也一团乱，有人以为可以申请了，发现要等到6号，扑了空。有人因为资格疑似不符合，指着工作人员鼻子骂。跟你的申请什么？是啦，嘿，先生。那到底怎样的人可以申请？主要有2关，一是身份审查，2是排富审查。举例来说，林先生一家3口，109年1到4月平均收入34000元，有存款50万，扣掉免纳入计算数45000元，再除以3人，等于家户每人每月生活费是28000元。再来看县市，如果林先生住在台中市，低于最低生活费2倍的29192元就能申请。那问题来了，要怎么认定申请者真的是卖玉兰花或是街头的举牌员？社会局开会之后，相关的规定很明确，那我们会再跟民众尽量请他们是5月7号之后再来做一个申请。各类摊贩和个人工作室，如卖玉兰花的，可以拿进货出货单佐证；若是边缘劳工没有相关证明，就切结；若扯谎被查出，得自负法律责任。另外，云林向渔会纳保的渔民有近3万人，符合渔保纾困资格的劳工约21800人，但可以办理的地点只有5处，现场大排长龙，民众排了2-3天还是没排到可以办理，也是骂翻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政府纾困方案多，但是配套措施似乎没有跟上脚步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昨天宣布扩大纾困补助，却让区公所咨询电话接不完。其实不止这一波纾困混乱，先前政府推出的弱势1500元纾困金，有一名卖口香糖为生的郭姓民众也抱怨，说他2天之内跑了公所10几趟，甚至办理人员还请他要找证人证明他真的是在卖口香糖。整个申请补助的过程相当波折。搞成这样子是在干什么？还要站在你的摊位跟人比业哦，真的不用了。你说太繁复了，是不是？没诚没义的。亲自跑一趟，结果问题一大堆，无奈补助领不到。尽管行政院喊出扩大纾困，但实际上却是一团混乱。其实不止这波这么乱，从最早600亿纾困开始，民众就是一肚子苦水。这位郭姓民众平常在酒店门前靠卖口香糖为生，如今受到疫情影响，光要申请1500元的弱势金，困难重重。进家要提钱呐，很多啦。我弄过去的话，能不能出来，我也不知道。我2天跑10几趟。为了领这1500元的弱势纾困金，郭姓民众连续2天跑公所10几趟，不仅耗时，申请过程中竟然还得到这样的回应：你在哪边卖口香糖？谁可以作证？我就跑去林森北路找我认识的人，你叫我拿证明，我也跑2趟拿给你了。你又要叫我跑去。生计难维持，领补助门槛一大堆，就有立委痛批纾困方案再多，配套措施跟不上政府公布的脚步，根本就是扰民。如何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受惠？纾困国家队备受考验。结果山林加入台北。